以后的工厂不会有厕所，办公室也省了饮水机。毕竟机器人不用喝水，也不用上厕所。碳基劳动力最终会被硅基牛马取代，人类会不会彻底从劳动中解放呢？在不久的未来，世界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会影响到所有人，包括月薪3000的你啊！以前我们头脑风暴一下，还能想象一下10年后的场景。现在我们普通人依靠过去的经验，已经无法预判未来。但是我仍然大胆的想尝试一下预测未来。AI 和机器人技术的成熟之后，未来应该会有2个截然不同的版本。一，美好的版本 ，AI 和机器人接管人类99%的工作，不论是体力或者脑力工作，送外卖的，或者写文案的，或者创作艺术。机器人负责劳动，劳动产生物质财富，政府机构分配财富，然后我们呢，每个人就都拿着福利金过日子，人体彻底解放，无所事事啊，每天研究点哲学，琴棋书画，钓鱼，打游戏，全民终极躺平。而暗黑版本 AI 和机器人取代AI 和机器人取代绝大部分劳动力，社会中大部分的人失去了生产属性和消费属性，意思是既不用我工作，也不需要我们去消费，然后我们就被圈禁、被抛弃，甚至被清理，失去了价值的我们被归类为无用阶级。总结一下，美好的版本，机器人干活，你领福利，你在家躺平；暗黑的版本，机器人干活，你喝西北风，居家等死。2个版本的未来，你喜欢哪一个？什么是无用阶级？顾名思义，这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人，没有利用价值，没有经济价值，可有可无，无了省事。现在的社会完全没有价值的还不多，比如说老年人吧，他们不工作，吃养老金，但是他们需要看病啊，他们需要住养老院啊，吃吃喝喝，这能带动经济活动，增加就业，还是有价值的。虽然不多，然后比如说罪犯，照看他们的狱警需要就业吧，大部分罪犯被释放后会回归正途，工作赚钱娶媳妇。就算是有智力障碍和身体残障的弱势群体，他们也在工作赚钱交税消费，再底层的你也有价值，虽然说不多，那是真的不多。如果真要我想象一个现在在这个社会中完全没有经济价值甚至是负价值的人，那可能是流浪汉吧。他们不工作不交税，没有收入来源，所以几乎不消费，就算是植物人躺病床上一动不动的，还能迫使他们家人散尽家财消费医疗产品和服务，增加医疗板块的 GDP， 带动医生护士的就业嘛。所以不严谨的说，现代社会唯一没有经济价值的就是流浪汉了，而流浪汉又是极少数。这是正常现象，不论他是瘾君子，还是找不到工作，或者是破产，没有人想要流浪，没人想要无家可归。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照顾到所有的人。好了，回归主题。所以思考下来一看，现代社会没有经济价值的仍然是少数人，这很正常的样子。但未来社会上大部分的人，包括你和我，都会失去经济价值。想想看，现在我们把自己都贴上了标签，那标签大致有4种阶级，分别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就是硬钱的、很有钱的、有点钱的和没钱的。统治阶级掌控一切，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的鹰犬，中产阶级又为资产阶级服务，而无产阶级呢是来凑数的。我感觉我也是来凑数的。未来因为通用 AI 和机器人加入剧情，原有的人类社会4大阶级划分会出现变化，统治者继续统治，资本家向上跃迁，底层人衣袖底层呢，只有中产的牛马会彻底消失。为什么？因为中产阶级的工作会尽数被 AI 和机器人取代了呀。你是比 AI 更聪明，还是比机器人更能吃苦耐劳呢？总结，在不久的未来，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融合，拥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我称之为精英阶级。那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融合，从此永无翻身之日，即今天的主题无用阶级。精英阶级、无用阶级啊，划重点。我们一直以来以为自己挺重要的，过去和现在，不管你是中产还是无产，毕竟我们还有价值可以压榨。先说说过去吧，封建社会需要老百姓种地、放羊、娶媳妇、生孩子，孩子长大了呢，继续种地、放羊、娶媳妇，战时当兵打仗。为帝王攻城略地，闲时工商农耕，充盈国库，或徭役挖水渠，造宫殿啥的。以前整个社会的运转需要靠人类牛马来支撑啊，但现在他们不需要我们当牛马了，因为他们有更好的牛马 AI 和机器人，我称之为高科技牛马。这种高科技牛马比我们血肉之躯的人类更高效、更听话、
不需要发工资，不用买保险，他们不需要住房、交通、医疗、教育这些民生配套，用到报废，回头再造，便宜得很。他们是高科技的硅基牛马，你是原始的碳基牛马。那个谁，马斯克不是说了吗？碳基生命只是硅基生命的启动盘，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为了让他们诞生。如果未来走向了这个极端悲观的暗黑版本的话，我们这些无用阶级慢慢就会变成文明的冗余物。什么是冗余物？没人吃的土豆皮，剥下来的鸡蛋壳，这些还能当肥料？也不对，精英阶级的他们认为我们连当肥料的资格都没有，那我们不能被动的等着变成冗余物的那一天呢？也不该安分的当一坨肥料吧？我们要做点什么？我们要联合起来搞点事情，不做出头鸟，皆为待宰鸡。不过对付精英阶级的话，我们好像又没有任何有效的抗争手段，毕竟财富、资源、科技、军队都牢牢的掌控在他们手里，他们可能会做样子，出个过渡方案，让我们尝点甜头，看到一点希望，给我们一点虚妄的希望。而我们群众中的智者会说，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情，这种事情就算发生，那也是下一代的事情喽。儿孙自有儿孙福吗？那就让后辈的智慧去解决吧，我们只管我们这一代的房贷和娱乐之死。哇哈哈。不可抗力一般是形容，比如大自然的台风或火山爆发，人类完败的情景。简而言之，不可抗力就是非人力可以抵抗、非意志可以改变的事情吧。未来的精英阶级，他们掌控的资源和科技技术会强大到不可瓦解，不可能被战胜，不可能被推翻，终将成为一股有自由意志的不可抗力。而我们无论多么团结，多么拼命，也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分毫。举个例子，有一天无用阶级的我们终于醒悟了，想反抗了，却无用武之地。以前拿弓箭对火枪，完全还能拼一拼的，不行那就2换1、3换1，或者以10当1，那总行了吧？火力不足，那我人数来凑嘛，我10个弓箭手换你1个火枪兵不行吗？所以在古代，统治者还是会在意的，别把老百姓给逼太紧了，不然我和你拼命呢。现在呢，我们面对的是武装无人机、智能机械狗、自动化防御系统，然后 AI 做管理、做后勤物流、做战略筹备。游戏机都打不过人机了，那更何况战争，对吧？若是真的打起来了，工厂流水线自动化生产机器人比80亿人生孩子还快吧？他们还掌控着最强大的通用人工智能 AGI， 再用 AGI 驱动擎天柱、钢铁侠，那就像是魔兽世界里面那个巫妖王的天灾军团。或者更方便一点，丢个核弹，放个病毒，等把我们给打懵逼了，他们再回来重建文明，重新制定整个文明的阶层和规则，重新设计国家的边界和城市的规划。放心，重建工作也轮不到我们，他们有吃苦耐劳的高科技牛马，没2年就能重建完毕了。假以时日，精英阶级最终会成为不可抗力，那我们拿什么去反抗？拿自己的热情和不服气吗？所以最终我们都会坠入无用阶级。无用阶级没有利用价值，没有经济价值，连被奴役的资格都没有。这就是我构思的人类未来的暗黑版本，希望这只是我的奇思异想而已啊。